今天帮你要带大家来看的是目前在市场上有点特别的 JVC 金属量子点 55KQD。这台显示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规格实际上非常不错，当时推出的官方定价也来到39900。虽然说以2021的规格跟合理市场价来看，邦尼认为大约落在25000左右会是合理之选，对一般家庭来说应该会是一个相对容易入手的价位带。但重点是，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因为各种因素，在售价上是真的蛮甜的，甚至可以找到2万内的入手方式。没错，这就是一台规格有看点、价格是亮点的电视，它就是 JVC 的金属量子点 55KQD。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这次帮你开箱的是 JVC 推出的 55KQD。常看帮你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在产品名称上看到55，第一直觉就能想到这是一台55寸的显示器。在外观设计上 ，JVC 55KQD 采用近几年主流的3侧窄边框设计，底部则是采用金属法丝的表面处理。在视觉上，全黑的正面对一般家庭摆饰来说简单利落，没有太大问题。底部采用左右2只的独立角座。帮你实际测量，深度大约24公分，2只角座间距大约是110公分左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电视柜深度。而在 I/O 接孔上 ，JVC 55KQD 相对给的充足，包含4组 HDMI 2.0 以及 USB 3.0的接孔，底部则是有网路接孔、色差 AV 输入孔、光纤输出以及 3.5mm 接孔。遥控器部分则是采用新型设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重要的萤幕显示效果。JVC 55KQD 既然说是显示器，所以本身并没有搭载智慧系统，在 HDR 规格的支援上也比较少。不过也因为如此 ，JVC 55KQD 可以更大比例的把面板的显示效果在同价位拉高，更适合追求在预算内买到一块好面板，采用外接智慧电视盒，或就是只看第4台的朋友。JVC 55KQD 采用一块 4K 解析度的 QLED VA 面板，60Hz 的萤幕更新率。QLED 大家也都知道，在显色上会更加饱满。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侧域覆盖可以达到107%的 NTSC， 相较起目前一般 LCD 电视大约落在85% NTSC 的表现来看， QLED 在显色效果上的表现还是有感。静态对比来到4000:1。经过帮你实测，JVC 55KQD 全白萤幕最大亮度可以达到350到360尼特，对室内使用还算比较足够。相较起15000到2万价位带，落在250尼特左右的表现，300尼特可以更好的应付室内开灯看电视的使用情境。不过 JVC 55KQD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这个价位带，你居然可以找到具有分区控光的直下式电视。一般来说，2万以下通常比较容易看到侧光式的机种。即使是直下式，也会是全区控光，通常比较难看到分区控光。帮你一样，再帮大家复习一下电视的背光技术。大家有想过电视是怎么被点亮的？想让电视亮起来，电视后面就需要有 LED 灯打在面板上，而市场上常见的点亮方式，分别是直下式背光以及侧光式背光。这2个名字很重要，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简单来说，两者的差别就是 LED 灯条的安装方式。先说侧光式，侧光式就是把 LED 灯条安装在电视侧边，例如将灯条安装在底部，搭配导光板，让光能够覆盖整个萤幕，接着电视就亮起来了。不过邦尼也说过很多次，虽然侧光式也有做得不错的机种，但因为灯条放置在侧边的限制，比较容易产生底部亮、顶部暗的状况。而另一种就是 JVC 55KQD 所采用的直下式背光，简单来说，就是直接把 LED 模组放在面板后方，如此一来就可以更容易让光源覆盖到整个面板上。不过 55KQD 最特别的地方是在这个价位带拥有了区域控光的功能，因为没有分区控光的电视，就算是画面上只有一个白色小点，电视也必须点亮整片的 LED 灯条，所以在显示画面上就会透出光源。从侧面看会有黑色部分偏蓝的感觉，而分区控光就可以让电视关闭没有显示画面区域的 LED 灯组，这时候就可以提供更深邃的黑，在对比表现上会来得更好。不过虽然 JVC 55KQD 有分区控光的功能，但只有16个分区，只是看看价位，
在这个价位带的确非常少见有分区控光的电视，不过也因为分区数量较少，55KQD 为了提供画面足够的亮度，在控光设定为高之下，最少还是需要点亮2个分区进行显示，所以如果关灯观看，会有比较明显的光源不均问题。邦尼会建议，如果开灯使用，可以依照观看不同的片源，将智慧控光调整成高。看一般影片或看第4台，设定成预设的中。整体来说，在显示效果上，受益于 QLED，55KQD 在这个价位带的显色表现还是非常不错。邦尼建议的设定是在标准模式下，色温调整成冷色，背光调整成20，在整体的观看体验会更加自然通透，显色也会更加耐看。而在智慧功能上，邦尼前面也提过 ，JVC 55KQD 没有内建智慧系统，不过特别的是有内建爱奇艺。邦尼自己是会推荐，除了就只看第4台的朋友，在入手时可以搭配智慧电视和相关产品使用，包含邦尼介绍过但台湾还是不上的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或是 Apple TV、Xbox、PS4、PS5 等等。HDR 规格上 ，JVC 55KQD 只支援 HDR10， 不过还算通用，并且在这个亮度区间上，效果差异也相对有限。而在显示效果上，邦尼透过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以及 PlayStation 5实测，都可以成功触发 HDR。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连接后要到设定选单，把 HDMI 调整成 2.0， 才可以成功触发 4K 以及 HDR 输出。整体来说，受益于 QLED 量子点技术的面板 JVC 55KQD 在显色上相当饱满，300尼特的长时亮度对一般家庭的室内光源来说足够使用。但邦尼还是建议白天拉下窗帘观看，获得最好的效果。对比在同级中表现还算不错。实际播放《怪奇物语》经典的低光场景 ，JVC 55KQD 的整体表现受限于分区数量，在黑暗场景中相对无法有效展现分区控光的优势，相对中规中矩。但在对比大的环境中，表现确实有提升。而在复杂光源的场景中，以同级来看 ，55KQD 表现还算不错。不过，如果只拿来观看一般电视节目、YouTube 影片，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足够。尤其 QLED 的显色，在看一般电视节目时也会更加饱满。不过在对比控光表现上，就相对中规中矩。值得一提的是，55KQD 也拥有 AI Upscale 的智慧升频功能，系统会自动透过补插点的方式，把非 4K 的影像智慧调整成 4K 的解析度。在音效体验上， JVC 55KQD 搭载了2颗15瓦喇叭，实际表现邦尼建议使用预设的电影模式，人声会更加立体泛用。如果是看新闻，一直有人在说话，标准模式会更耐听。以这个价位带的内建喇叭算是偏上的水准，对一般家庭来说够用。但邦尼也讲过很多次，在这个价位带想追求声音，还是朝向家庭剧院的提升会更大一些。而在运动赛事跟游戏场景的体验上，首先是运动 ，JVC 55KQD 这块 4K 量子点 QLED 采用60Hz 的面板，对高速移动的球类运动赛事来说，表现会比较受限一些。不过 55KQD 支援了 Crystal Motion 的120Hz 动态模拟技术，可以进一步强化球类快速移动的场景。游戏加机部分 ，JVC 55KQD 顺玩没问题，跟这个价位带的机种并没有拉开差距。不过毕竟采用的是60Hz 面板，在高速移动的场景表现相对中规中矩，大概就是这个价位带该有的表现。邦尼会建议，如果是重度玩家，就必须往更高价位的机种选择。整体来说 ，JVC 55KQD 采用了金属量子点的 QLED， 在显色表现上更加优势，并且采用了直下式背光，支援了16个分区的区域控光。若是以2万以内的价格入手，在同级价位中的 CP 值表现会非常不错。不过没有内建智慧系统会是稍微可惜的地方。但看看售价，这个价位带的内建系统通常也不会到非常顺，可能还是会另外买。尤其考量到售价，买到一块不错的面板还算给过。整体而言 ，55KQD 更适合观看影像为主的使用者，例如大多看第4台或是 YouTube 影像的朋友。在这个价位 ，55KQD 显色表现的确不错。不过在对比跟亮度表现上，就相对是中上水准。而在声音上，采用2颗15瓦内建喇叭，对一般使用来说足够。不过在这个价位带，家庭剧院还是更好的选择。总而言之，只要入手的价钱够漂亮 ，JVC 55KQD CP 值非常不错。另外，许多人关心的保固部分
JVC55KQD 目前提供3年到府服务的保固，在保固上也是比较有诚意的，给满3年。好啦，本期节目先到这里，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帮你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